我的工人跟着我很久，我不舍得给他们没有工作，所以我卖掉我的 flat。无家可归是一些人面对的窘境，原因很多，有的因为家庭，有的因为工作。78岁的胡仲华原本经营家具生意，疫情时生意受到影响，资金无法周转，他只能住进工厂。50多年了，我的工人跟着我很久，我不舍得给他们没有工作，所以我卖掉我的 flat 来放在工厂那边。但是住工厂并非长久之计。According to HDB regulation, cannot stay in a factory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去找那个 family 的那个家庭的，他帮我。家庭服务中心推荐他到社会服务机构 AWA 那里，在 AWA 的安排下，他和妻子住进一间临时住所。AWA 提供基本的日常用品，也在他一次不小心跌倒时，为他叫救护车，让他入院治疗。我很干净的，我看肮脏的 toilet 我一定要洗，洗了啊。后来我跌倒在 toilet 里面，差不多一天了，一个礼拜，所以我不要去 hospital check。连那个 AWA 忽然间来我的家，看到我，为什么你跌倒你不要去那边，痛吗？我讲有一点点痛。后来碰到那个 AWA 的负责人Irene 叫那个 ambulance 来载我去那个 General Hospital。医生做了检查之后，有没有讲需要做什么手术这些吗？他住了3个礼拜，就是没想到那跌倒伤到他的内脏需要开刀2次。那么我就去看他，然后就刚巧就前几天他住院的时候，他屋子来，就是这些屋子来，那他就很紧张。那么他在医院很无助，没有办法去看他的房子，然后去选他的房子，也不能够去拿锁匙。那么我们就打电话给建物局啦，告诉他的这个 Frankie 的情况。那么建物局就说 OK， 就是申请人不来也可以，就是他太太先来，然后太太先选了那个单位，然后等他好了出院了才去还钱拿锁匙，那么他就很放心。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露宿街头的人有921人，2年后的2021年减少到530人，但是住进过渡庇护所的人却大幅度增加，从65人增加到420人，增长了约6倍。目前，新加坡有7个过渡庇护所，为无家可归的人和需要临时住所的家庭提供帮助。这些庇护所大多是社会服务机构，一共有大约720张床位。从2021年到2023年，平均入住率是60%，住户平均住上约9个月。AWA 管理的过渡庇护所也安排社工给予住户辅导，帮助他们重建生活。他们也欢迎企业上门提供援助，像这天来自滨海湾金沙的员工义务上门粉刷房子，让住户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。这3年以来，我都是参加这类型的，就是油漆。我们mainly是做那些油漆在我公司里面，所以这些会相当容易 for 我们，少过1天，6到7个小时没问题。看那个屋子的情况，如果那个屋子有漏水的现象的话，可能会比较稍微费时，因为我们要把旧的东西拆出来。可是如果是一个common的屋子的话，应该蛮容易的吧？我们只是要等那个漆干的话，我们才可以再油第2层油。
我们能帮助的，就是说帮油漆一点点，还是说打扫一点点，能帮的就尽量帮，让他们有一个安乐的窝，再是一个临时的窝。我们建立第一所庇护所的时候是2018年，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已经跟滨海湾金沙一起合作，他们也有捐献给我们，也有提供志愿者他们的员工来做一些粉刷，还有清洗我们的单位。因为我们经常会有家庭进进出出嘛，我们也希望一个家庭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很舒适一个环境，所以这些粉刷和清理工作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负责人说，这些家庭刚住进 A 洼庇护所时，面临的挑战很多，容易感到身心疲惫。他们只能尽力改善住户的居住体验，并且在过程中给予鼓励和支持。我们的家庭其实有时候他们在申请一个主屋的时候，可能会面临到他们被拒绝，然后又再重新的申请，所以这反反复复来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沮丧，也很疲惫。那我们在A湾，我们相信社区的一个力量。所以我们也会安排一些，好像一个毕业典礼这样，我们会安排我们之前已经达到他们的住房目标的一些家庭回来分享，然后鼓励我们现在还住在这里的家庭。经过6个月的等待，胡仲华和妻子终于迎来了稳定的住所，搬进了他们的一房式租赁组屋。如今，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邻里之间也充满互助和友爱。短短几个月了，不过我楼下很多那个义工啊、volunteer啊，跟我很好的，所以他叫我来，加入我们的 volunteer。我讲 anytime you can call me。好像我隔壁每个早上，那个安哥买一包 breakfast 给我太太吃，这样子啦。很好很好，我很喜欢。胡仲华也开始在附近的飞跃活跃乐龄站学习溜溜球，努力保持身心健康。我带我太太来这边 exercise， 因为对我们老人家很好，我们手可以动来动去。尽管他觉得自己学得比较慢，但他相信，只要坚持练习，便能熟能生巧。老师教我们，我记得我回去 practice， 要有心学，一定可以的。我现在年纪大了 ，retire 不要想这样多一天过一天，平平安安 ，that's all。